营收全线下跌，韩国网民要求国有化三星。你在上面看到的是前几天韩国三星掌门人李在镕走出三星总部时被记者围堵时的场景。从李在镕的表情不难看出，此刻他非常的不爽，原因是有个不识相的记者问了一个令他非常恼火的问题：是否考虑把三星交给更合适的人管理？作为韩国顶级财阀三星李氏的第3代传人，被人当面质问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换做任何人脸上都会挂不住。李在镕的回应是沉默不语，浅浅的鞠了个躬，说了声抱歉，便快步走上汽车，绝尘而去。在当天播出的报道中，韩国媒体以非常忧虑的口吻评价说，三星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如果出了问题，势必将影响到韩国的未来。三星家族传承式的管理是否仍适合当代企业发展的需求，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韩国网民则直截了当的要求李在镕辞职，把社长的位置交给职业经理人，指出韩国的未来不能掌控在李家人手里。最激进的民众甚至要求国有化三星，他们的依据是三星在发展过程中占了韩国政府很多的便宜，李家人吃了3代红利，赚了那么多钱，够本了。到了该把三星交还给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三星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要求李在镕交出企业控制权？原因无在乎业绩太差了。2024年，三星交出了一份业绩全线下跌的财报，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增长的。全球范围内，三星的手机份额从 19.7% 下滑到了 18.3%， 电视份额从 30.1% 下降到了 28.3%， 手机屏幕份额更是从 63% 暴跌到了 43%， 丧失了主导权与定价权。更惨的还要数韩国人引以为傲的芯片代工业务，由于良品率始终上不去，三星3纳米高端芯片的份额从 19% 骤降至 8%， 高通、苹果、英伟达的订单全部给了台积电，三星成了弃子。低阶的内存芯片会不会好一点，也被来自中国的竞争者拉爆了，陷入价格战的泥潭，增售不增利。上个月，三星甚至要反过来向中国的芯片企业购买专利，才能勉强跟上杀成红海的内存市场。2024年，三星集团的年营收约占韩国 GDP 的 20%， 相当于三星营收每下跌 1%， 韩国 GDP 就要跟着萎缩 0.2%。所以韩国人能不着急吗？李在镕也很急。作为韩国有名的富3代，自己的爷爷、父亲披荆斩棘创立了三星帝国，虽然经常被人批评是财阀，但是毕竟也帮韩国成为发达国家，功大于过。如果这份家业在自己手上败了，倒霉的不仅是他李氏一门，全韩国的人都要陪葬。想到这一些，估计李在镕晚上都睡不着了。为了拯救三星，李在镕召集三星2000名核心高管开会，先让他们看三星创业时期的纪录片，忆苦思甜，然后怒斥现在三星人已经丧失了进取精神，各个部门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不愿意睁眼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三星已经走到生死存亡的地步，未来2-3年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被时代抛弃，唯有全体三星人抱着向死而生的精神，才能在这场大危机中自救求生。其实早在去年第3季度，李在镕已经在三星内部开过一次动员会，当时说法是三星正处于紧急状态，要求所有员工放弃双休，全员996，不愿意加班的员工立刻开除，无论多少赔偿金全部都给，绝不留害群之马。原以为经过去年的整顿，三星业绩应该有所好转，没想到情况居然恶化了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从紧急状态变成了生死存亡。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不可一世的三星为何会沦落至此？我们来听听行业专家怎么说。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直言不讳地指出，三星技术出了问题，与经营策略有关，不是靠996就能根治的。他表示，虽然不知道三星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从良品率一直提不上来，可以分析出三星应该是在技术上被卡脖子了，连累订单大量流失。奇怪的是，三星研发投入并不少，每年数百亿美金的投入，照理说技术不应该落后这么多。对此，张忠谋的看法是，三星的战略搞错了，战术上的失败还能调整，但如果战略犯了错误，即使知道错了，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三星大概率是在10纳米的制程上犯了错，后来一直改不过来，导致5纳米、3纳米满盘皆输。对于三星的未来，韩国经济学者有些无奈的表示，只能靠他们自己。在总统随时有坐牢风险，议会陷入内斗的情况下，政府几乎做不了什么，不会像2008年一样用国家财政支持三星渡过难关。加上全球局势日益动荡，如果三星未能完成自救，韩国或许成为第一个被拉爆的发达国家。